刚刚讲到什么夜冲夜唱，我自己真的是我有体验过，但我真的是很不喜欢，我真的很不喜欢夜唱。我就是有点搞不懂为什么要这么晚去唱歌，对，然后大家到最后都在睡觉，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我就是很难理解。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又回到我们志祺今天不读稿这个系列哦。那我就会用这种看稿改用轻松聊聊的方式讨论，可能像是网红圈啊、YouTube 或者热门的一些话题这样子。那今天我们要聊什么？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给大一新鲜人的建议。这个算什么热门话题？不是因为最近要开学了，所以其实就很多文章就开始跳出来，大一一定要做的10件事，你没做的话，这辈子就会后悔。我们就看了都觉得太有趣了，就是所以今天有些东西我们同意，有些东西不同意啊。这个老屁股了讲法，你们这群人，我也不敢讲今天敢说一男说教。那就来看看志祺的说教，我们就来问问志祺给大一新鲜人的意见。但我其实已经从这个大学入学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好了，就是可能因为毕竟经历过毕业啊、创业，然后对于这个大学该做的事情，可能会有一些心得是可以分享给一些年轻的朋友，大家也可以一起听听看这一集。所以这一集我们就会来聊聊一些给大学新鲜人的心里话。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你有想看演唱会门票却总是被黄牛抢走的困扰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文化部推动了黄牛条款，从6月2号开始上路，不管是转卖会加钱的黄牛，或是用机器人扫票的黄牛，通通都会处罚。黄牛条款规定只要有加价转售的行为，就会被依张数除以票价10倍到50倍的罚锾。那如果利用程式大量抢票，则会面临到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是300万元以下的罚金，甚至是有期徒刑跟罚金合并处罚。此外呢，大家遇到黄牛也别客气可以多多利用文化部的检举黄牛专区，检举成功的话，最高还有10万元奖金。最后，文化部也呼吁法律是最终手段，防堵黄牛需要全民不当黄牛、不买黄牛票，才能够一起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喜欢的歌手。首先想问志祺，你一个老屁股，我觉得叫你老屁股可以啊，好耻啊，可以啊。好，志祺，你现在的身份来说，你对网络上很多人说，大一一定要去参加什么新生宿营啊，参加社团啊，去夜冲夜唱等等，你觉得这些活动真的是一定要参加，不参加会后悔的吗？你先讲你的，不要你不要，我先讲好。我们参加迎新宿营这支之前有做过影片，那其实看得出来就是大家的评价是很两极的。我们先综合讨论一下，就是它的好处呢，我觉得是跟系上快速的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因为人跟人要产生关系跟互动，而且有彼此的信任，这个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觉得在效率这件事情上面，你可以快速的透过一个可能2天1夜啊、3天2夜去建立，我觉得这件事情还不错。那另外呢，它的负面就是可能有一些威权的管理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性别界限的模糊，因为那些活动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敛财相关的一些讨论啊，或者是执行官，然后强迫联谊啊等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就是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经验是不一样的。那可能有几个原因嘛。第一个就是每个系他们自己的宿营的风评的落差就是很大，对，然后也可能跟你的所处的环境有关系等等的。那我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会是推荐参加的。对，我其实算是觉得说人的关系这件事情比大家想象中重要一些。同时呢，你可以跟学长姐有一个比较好的交流，也是基本上就是在那一刻了。对，同意。对，所以你在那个时候你得到了一些你未来至少这3年或4年的一些帮助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件事情的价值是高的。那它一定会有一些负面的地方，至少在我那个时候的衡量下，跟现在想，我会觉得这个我还算是能够接受。我也是推荐参加派的。我觉得因为尤其我是外国人嘛，对，我在当时候来，我觉得蛮重要的，接触到台湾人的一个重要的场合。它虽然很尴尬，但它其实一个强迫你们要去认识彼此的各种那种联谊活动。你的心理被破防了，就好，只好跟大家开始讲话了。不错啊，我就觉得还不错啊。但当然要看每个系的状况不一样，就有的系可能以前就已经很糟糕的风评了，那可能大家就自己看状况。对，我是觉得说，就是先想一下我们刚刚提到这些好处，对你来说是不是可愿意交换的？就如果你真的就是有些事情你就不喜欢，那我觉得人生就过得自在还是最重要的。但如果那些东西你想一下，好像对你来说真的也很难达到，但是你又会需要它的话，我就会建议你可能可以去参加一下。没错。但是另外的，像是刚刚讲到什么夜冲夜唱，我自己真的是我有体验过，但我真的是很不喜欢。我真的很不喜欢夜唱。我就是有点搞不懂为什么要这么晚去唱歌，对，然后大家到最后都在睡觉，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我就是很难理解。我不会夜唱，因为我不唱歌，那以前我会夜冲，就我们都会在台大骑脚踏车，然后就绕着台北就走很远，什么骑到101，什么骑到淡水去，然后这边睡麦当劳，我在回想我在干嘛，我在干嘛。但当时会觉得哇，好热血，好爽，就是好玩啦。其实也是创造一个共同的回忆，所以我的推荐就是可以体验一下，但是之后呢就不会特别想要就这么做了。
有些事情一辈子体验一次就够了。没错，没错。好，那刚刚讲到一些比较玩乐面向的事情，那我们来稍微拉严肃一点点。你觉得有什么观念可能是新生在开始他大学生活之前，可以先去思考，或是可以先去意识到的事情？可以来聊聊大学这个阶段在人生上的特殊性啊。我自己认为大学真的是自由跟时间最充裕的时候，比较针对台湾的小孩。台湾小孩真的从小学甚至可能幼稚园到你高中，你都是一直被你的老师跟家长说啊，反正你就是在网上就可以玩了，在网上就可以玩了，然后就这样一直被骗到大。所以大学真的是你突然开始有了自己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是你开始学会跟自己相处很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你认识自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而且那个时候你开始有一些可以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就例如说，哦，妈妈给你1个月多少钱，你开始去想说，哦，我这个月要怎么样去花钱了。所以你开始有一些本钱可以犯错。以前就是你根本连犯错的那个空间都没有。对。但你现在可以去尝试跟犯错，所以我会觉得尽可能的探索自己、认识自己是好的。那个时候我就没有什么在探索自己。当我体验到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比较晚。以前我就是一个有点叛逆，但是我基本上还是一个乖孩子。就是我会好好的去把课业弄得很好，然后之后去跑社团，然后都很乖这样。我现在回想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其实应该要把更多的人生投资在其他的地方。那我可能会因为那些资讯碰撞的可能性得到了一些机会，然后就眼界大开，然后就往前。那你呢？你有没有什么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跟你讲的有点类似。就是我觉得确实它是一个社会化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就除了钱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时间。就你开始有了非常多可以自己控制的时间，那这些时间你要投资在什么地方，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以前有投资在什么样的地方？因为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实际上非常焦虑，因为我念中文系，然后我的程度跟我的同系同学其实差非常多，所以我把非常大的时间都投注在把以前没有念的东西补回来。那时候就是学运爆发的时候嘛，就太阳花那段时间，然后马来西亚那边有发生非常多的社会运动，我觉得那段时间陷入非常大的知识的焦虑。对，我什么都不懂，这个世界怎么长这样？对，我完全有一样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也是，就是为什么小时候学到的社会课本里面的东西跟现在我在体验的东西好像不一样？没错，我觉得意识到这个东西，这个社会跟你想的不一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对，以前是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教材，有点像是被塑形一样，但现在那个模板突然被你拿开，你就可以开始自己去长，你想要把那手拉的长一点点啊，头长大一点点都可以。我觉得大学很迷人，可能就在这里，它是一个所有的可能性都还在萌芽的阶段。高中可能有的团体的热血，但大学就有了就是你自我的那件事情。好，那刚刚讲的是一些比较抽象的意识的东西的能力嘛，那我们以比较残酷的用技能来说的话，以你现在毕业了10几年，然后当一个老板，有什么技能或是能力是你认为你希望大一新生如果早点知道这件事情就好了？这几个真的是我很希望我早点知道的。我觉得要讲的话，可能是英文能力、自学能力跟团队协作能力。没错，第一个是英文能力，我老实说，我到现在我的英文能力还没有到很好，就是我可能出国可以简单讲，但是你要我认真跟别人讨论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然后我主要的资讯来源也都是中文，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就是网络的内容产业当中，你中文的内容其实可能占比不到20%，然后剩下的呢，英文就有非常非常多，所以你一个好的英文能力，你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资源，你看世界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会比较快。英文世界的一些发展会比中文世界快个可能大概3到5年，所以我认为你在那个时候好好的学英文，就因为大学就是时间真的超多，你就好好的学英文，这件事情会帮助非常的大。而且我们是脱离的体制教育，就我们的体制教育的英文教育已经是确定是失败的。哇，这样讲，真的，我觉得这是失败的我们从国小教到高中，但是大部分的人出国他们是不会讲的。就这个东西不是失败嘛？这是失败要烂到炸了。外国人不敢讲。对，所以这个时候是你突然开始，你可以自己去控制这件事情，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好好的掌握。有些学校我相信他们对于英文的重视程度其实不高，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自己想办法。但是英文能力好的话会帮助你非常的大。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自我学习的能力。过去的学校它其实比较算是有点像是工厂型的教育，就我们是为了要把一些人放到工厂，我们做了前面的义务教育，所以它是很模组的。但是你接下来的世界就是我们的变化其实非常快，因为我们现在资讯碰撞很快，所以课堂的知识一定跟不上。像是今年的 AI， 就是你有过去哪一个学生都在用 AI 吗？或者是以我自己来说，我现在在用的东西，可能80%以上都是我大学没有在教的。我好像也是，对，真的很容易会遇到这个状况。我相信应该有80% 的学生可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你培养一个好的学习方法，或者是说一个知识管理的系统，你怎么样去把资讯收集起来，让它不断产生碰撞，然后加速它内化，然后到最后你可以把它产生一个行动的这个管理的系统，我觉得是在大学的时候可以练习的。就是重点，大学的阶段并不是找到那支语，是要怎么去获得新的钓竿。
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对对对，就是很多人他们的人生高峰都在大学，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他就结束了，他的学习系统后面没有被打造好。可是如果你的学习系统后面是有打造好的话，你其实后面你就会一直成长。那这样子你就不会说啊，因为我考到一个烂大学你就停下来。我觉得我在现在的圈子里面看到很厉害的人，他们都拥有这个特质，就是他的自我学习的能力非常好，所以你永远会觉得说，他怎么好像又跟到了一个趋势，而且这个趋势不是讲的。前阵子就有些人，那以前是什么 Web3 专家，后来变 AI 专家，然后最近变超导体专家，就是有这种人。但是就是我不是在说这种人，而是他是真的在持续的累积跟成长。我觉得他的自我学习的知识管理系统都做得很好，所以鼓励大家去找这种知识管理系统相关的文章。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写作能力，因为你到了大学之后，其实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分组报告啦。以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最有收获就是我那时候在都市计划学系里面有非常大量的团队经验，然后这个团队经验是让我开始更意识到说我要怎么样跟人协作，以及见识到别人其实很厉害，还有要怎么样在这个协作过程当中产出一个更好的结果。就真的是团队才能够成就更大的目标，因为都市计划的那个复杂程度已经太高，一个人要做好真的太难，你一定要一组大家一起去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学会很多东西，像是怎么样好好的吵架，对，就怎么样把一些聚焦的重点从态度或者是从人身上转移到一个目标。就有的时候你是觉得对方是站在你的对立面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在两个的关系里面跑出的第三点是一个目标的话，你就突然变成我们是伙伴一起在看这个目标。就这些的转换是需要经验的，它很难被完整的说明这样子。你是延续到现在的公司吗？对对对，公司也鼓励大家好好吵架。对对对对对，这个是需要好好一起磨合的啦。所以我总结来说，就是刚刚讲到这三个能力，英文可以帮助你掌握到一些视野，然后可以提早看到一些东西。那你自学的话呢，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你看到了，所以你可以赶快的准备好、筹备好。最后呢，你要透过团队才可以把你知道的这些东西变成行动，把它实践出来。然后当你透过这三件事情，你真的达到了一些地位或一些成就的时候，其实英文就会又是一个新能力。因为当你达到这个时候，英文其实又变成一个必要的，你会有些位置需要英文比较好的人，你有可能又可以把这些能力再对外输出，或者是开始跟国际有更多的交流。这个时候，它那个循环就会跑起来。所以我会认为这三个东西是，如果你今天大一，你花4年，你一定可以把这件事情学好。对对对，不要到我现在还是我英文有点烂这样。好，那如果我们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时光机，你再回到大一去了，你会想要对你大一的自己说些什么话吗？我会觉得就是你要不要重考啊？没有，没有，我现在是会，老师在生气。我不是要否定老师，我是在讲说南北资源落差真的很大。这件事情很明显。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到我越大之后越知道那个的明显程度。台北的发生的事情真的比较快，台大获得的资源就是比成大的多。然后光是你生活在台北市，你就是大家的税金供养出来的一个投资的地方。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真的会得到更好的机会。所以我可能第一个会说，你要不要重考啊？第二个不要呢，那我就会说，那你要不要多去走走？因为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也花比较多时间是在校园内，可能社团啊，或者是都市计划的本科里面，但我没有多花那么多时间去生活，所以我觉得我到现在也不太会生活。我就是一个一直都不太会生活的人，但是你会生活，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养分。会生活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会生活某种程度来讲，就是你更知道怎么样体验，然后你更容易去观察一些琐碎的小细节。那个时候我可能真的就是在学校读书，读完书做报告，那很累，超累的。再去弹吉他之后，可能回家就是在看星海争霸的比赛。就如果那个时候我更愿意出门走走，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宅了。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我愿意多出门，就是说去高雄、去嘉义啊，到处去看看的话，我觉得或许会遇到一些新的事情吧。那些事情可能会左右我人生蛮多的这样子。我现在稍微觉得有点可惜，但是我因为玩星海，所以现在跟一些人变好朋友。没有冤枉路，没有冤枉路。那你呢？你有说什么？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有环岛过，可是因为我是外国人嘛，大家就很热血，想要一直在外面去做一些其他的事。但如果你问我想要跟当手说什么，我反而会说，我希望他赶快出来工作。我没有觉得我当时候学的东西不好，就我还是觉得我大学研究所这个阶段，我花了非常多时间学的东西都对我的人生非常重要。但它很多时候会变得非常单面。就我看事情的时候，我会往某个方向看得很深入，但我忘记世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面向。我觉得这个跟我刚刚讲的有点像，就是生活就是帮助你创造更多观点，然后你有了这些观点之后，你就会突然对世界可能有一个豁然开朗的展现。然后那件事情我觉得很有价值。对，好啦，那今天就聊到这边。那想问在场的各位老屁股，你会给大一的新生什么样的建议？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你很后悔以前大学没有做到的呢？那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一起来聊聊这个主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其他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